我生来便对朱砂拼命，无论嫁给谁，都注定是天下最尊贵的女人。可大婚当日，未婚夫九皇子竟逼我给婢女敬茶，还要立他为正宫，我当场退婚，改嫁瘸腿太子，以绝世医术治好他，助他登基为帝，我也应命登顶后位。苏云哥，别以为你顶着天命皇后的命格就能作威作福，在本皇子眼里，连洛瑶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我与洛瑶早就有了夫妻之实，你后进门，今日就该给她敬茶。殿下，奴婢只是个下人，怎配让王妃敬茶？都是奴婢的错，奴婢这就走。你别怕，要不是我母妃硬逼我娶她，我只会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苏云哥，你这辈子别想爬到洛瑶头上，待我登上皇位，一定会扶洛瑶为皇后，太子人选也只会是我和她的孩子。苏家千金可是旺夫命格，注定当皇后的。为了一个婢女当众退婚，不仅得罪青龙之首的苏太傅，更丢尽皇家脸面。从出生起，我便注定是世上最尊贵的女人。沈承玉，你以为你能拿捏我？既然殿下如此情深意重，那我与殿下的婚约就此作废。在场诸位，谁今日求娶于我，我苏云歌当场就嫁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名字已入皇室宗谱，还敢另嫁？哪怕我不要你，你也再嫁不了别人。婚约结的是心意，守的是尊卑，不是殿下仗着皇子身份肆意折辱正妻的借口。宗嫡著名又如何？无心相待，留着不过惹人笑话。这温有风流的青衣子，他竟半点不懂珍惜。殿下想拿权势拿捏我终生，可我苏云歌从不做任人摆布的棋子。贵妃娘娘驾到！大胆贱婢，竟敢在大婚之日狐媚惑主！来人，把这个以下犯上的贱婢拖出去！殿下救我！住手！洛瑶是本皇子心尖上的人，谁敢动她？程宇，你可知多少王公贵族想娶云歌？他出身清流世家，命格贵不可言。你大婚胡闹，让你妻子的脸面往哪搁？我又没说不娶，我只是怕他仗势欺人，给洛瑶气受。只要你承诺善待洛瑶，事事以她为尊，我可以给你正妻的体面，但别奢望我会碰你。反正洛瑶已有3个月身孕，你嫁进来后伺候她养胎。3个月身孕，看她这腰身，怕是藏着不小的猫腻。对了，你爹是太傅，就由他来为孩子开蒙。堂堂太傅嫡女，岂能屈居婢女之下，还要伺候她养胎？沈承玉，你太看轻我，也看轻我们苏家了。好孩子，让你受委屈了，但吉时不能误。你先敷衍着答应，顺利把唐败了，皇后母亲一定替你做主，绝不让那贱婢越过你去。娘娘有容人之量，我眼里却揉不了沙子。当初求娶，允诺今生只有我一妻，如今还没拜堂，就要宠妾灭妻，闹出个私生子。恕臣女直言，我哪怕削发为尼，也不愿嫁这种男人为妻。好你个苏云歌，真当有我母妃撑腰我就会娶你？你做梦！现在就带洛瑶回去，有你一人在这儿，苏家成为全上京最大的笑话。程宇，你疯了吗？这个逆子，哼！去抱一只公鸡来，让苏小姐与公鸡拜堂，过后再补全仪式。跟公鸡拜堂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苏小姐这辈子都要背着笑容了。贵妃这是在逼她，若她不拜，得罪皇家，苏家恐有灭顶之灾。云哥，婚事若就此作废，丢脸是小；若是惹怒龙心，丢了性命。你是聪明的孩子，知道该怎么选。跟公鸡拜堂，好恶毒的手段！沈承玉无情无义，我若低头，便是一生万劫不复。苏小姐方才说的话，可还作数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您这是何意？今日是承玉大喜，云何是承玉的未婚妻？这玩笑开不得。我在问苏小姐，你方才说谁若求娶，当堂便嫁，是否作数？太子身患腿疾，朝不保夕，但他气度沉稳，又是正统储君，与其任凭惠妃母子拿捏，不如借此机会绝地反击，择良木而栖，
自然作数。起来吧。失礼了。惠妃娘娘，今日借您的礼堂一用，改日再亲自登门礼座。殿下开口，自然是可以的。诸位大人作证，并非我苏云儿不守婚约，是九皇子宠妾辱妻，先负我在先。我身为太傅嫡女，今日当场改嫁太子，与九皇子婚约两清。恭喜太子殿下，贺喜太子妃娘娘，实乃天作之合呀！吉时已到，一拜天地。沈成宇弃我如敝履，那我便扶摇直上，从此让他只能赢。殿下小心台阶。天哪，殿下竟肯让旁人搀扶，殿下不是最忌讳？走吧。是。原来太子府这么肃静典雅，竟然连饭菜都这样。事发突然，府里未曾提前准备，委屈你了。殿下肯为我解围，免我受辱，已是幸事，谈何委屈？既然踏出这一步，我便要在东宫站稳脚跟。太子的腿疾并非天生，我看他步伐像是中了某种奇毒，只要给我时间，定能查出端倪。昨日还是九皇子的下堂妇，今日已是太子妃。太子深得圣心，为人沉稳，远非那等蠢货可比。今日要先带你去祭拜我母妃，之后再去苏家回门。礼单已经拟好，你看看还有没有要添的。他竟如此用心，连我母亲的喜好都打听到了。殿下考虑周全，妾身没什么要添的。那回门前你可有想去的地方？若有想买的，我们顺路去。真的吗？我想去城中看看，想买些药材，不可以吗？可以，我们用过早膳便去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娘娘，小弟新得一株百年野山参，正适合给娘娘补身子，可要过目？拿来看看，若成色上佳，便一并添入回门礼中。殿下，你先去吧，我想去随便逛一逛。您这边请。我母亲本是药门传人，我自幼学医。太子的腿疾是中了寒毒，并非不治之症，只需几味罕见的至阳药材配伍行针便可。掌柜的，把你们店里最好的补气血的药材，通通都给本皇子拿出来。瑶儿，你如今怀着我的骨肉，这胎极其金贵，我绝不能委屈了你。本皇子今日就算把这益善堂搬空，我也都包了。殿下，洛瑶身份低微，用这些好药太糟蹋了。休得胡言，你腹中是我的血脉，岂是旁人能比？哟，我当是谁在这大呼小叫，毫无规矩？原来是连正妻都娶不到，只能守着个通房丫头当个宝贝的九皇子。哟，这不是跟大公鸡拜完堂的弃妇，怎么不在后院躲着抹眼泪，跑来药房了？莫不是被人笑话的身子不舒服，特地来抓药的？姐姐莫不是还在想着程昱哥哥得了相思病吧？姐姐也不必难过，虽说你只是跟公鸡拜了堂，但只要姐姐愿意低头，日后来府里伺候我，程昱哥哥或许还能赏你一口饭吃。这不是苏大夫家的亲戚吗？是啊，我还听说堂堂嫡女被逼着跟公鸡拜堂了，九皇子这是宠妾灭妻了。掌柜的，这包龙须草我要了，麻烦替我包起来。程昱哥哥，你看，那不正是龙须草吗？昨天御医千叮咛万叮嘱，说我气血不足，正需要这龙须草来安胎补身子呢。苏云哥，立刻把龙须草放下，乖乖交给洛瑶。洛瑶肚子里怀着的可是我的亲骨肉，这等好药材只有她才配用。这药材是我先看中拿到的，九殿下难道连先来后到的规矩都不懂？规矩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跟本皇子讲规矩？
你居然敢对本皇子动手！不过是个被退婚的弃妇，还敢跟洛瑶抢东西！程昱哥哥，你别生气，姐姐她可能只是一时想不开。姐姐，你就把龙须草让给我吧，算我求你了，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。苏云哥，洛瑶都求你了，今天这药材你休想带走！九弟真是好不威风，都要管到太子府上来了。太子殿下，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方才是苏小姐先抢洛瑶的药材，成吉哥哥只是心疼我，想帮我讨个公道，我们绝没有冒犯殿下的意思。是啊，皇兄，这女人昨天明明跟公鸡拜了堂，成了我府上的弃妇，今天却跑来这儿抢洛瑶的补药，还敢顶嘴，简直不知好歹！你可千万别被她的花言巧语给骗了。哦，是吗？放肆！云哥现在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，是你大嫂，你竟敢对她如此不敬，还敢当众编造她的身份，你究竟作何居心？大嫂，这不可能！昨天明明母妃从没跟我说过。惠妃不敢瞒报，只是没来得及告诉你罢了。昨晚我与云哥已然正式拜堂成亲，皇家宗族都已连夜改好，她现在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。你说她是谁的人？大哥，不是弟弟多嘴，您如今这身子骨，身边确实需要人照料。云哥虽是太傅之女，可从小娇生惯养，这性子又烈，怕是没那么细心。您日常出入本就多有不便，若身边人再不懂体贴，万一磕着碰着，岂不是让父皇和满朝文武担心？九弟不必操心殿下的起居，我既是太子妃，自会尽心竭力照料好殿下。至于殿下出入不便的事，不出半月便能彻底好转，到时候恐怕没人再敢说这话。你倒真会说大话！皇兄的腿疾多少年了，满太医院的御医都没辙，你一个小姑娘能有什么办法？怕不是为了攀附太子，故意在这说些空话，讨他欢心吧？有没有办法？日后九皇子自会看到。殿下，药材买到了，我们该回府了，别在这儿跟闲杂人等耽误时辰。好，九弟，管好你的狗，也管好你的嘴，再敢对太子妃以下犯上，休怪我按宗规处置，不讲兄弟情分。殿下，趁热把药喝了。这药能温通你腿部常年萎缩的经络，药性猛烈，味道会非常苦，你得忍一忍。比起小时候我被逼着喝的那些东西，你这碗已经算得上是甜的了。你这药箱里面竟是这些细针？殿下，这可是我家祖传的独门银针，专治疑难淤堵。殿下，去靠在软榻上，接下来我要为你施针逼毒，这个过程会非常痛苦，犹如万蚁食骨，你且咬牙忍着些，千万不能乱动。太医院的那帮老家伙们，个个自称当世名医，可他们都说孤这双腿是自幼风寒入体，伤了根本，早就无药可医了。你却一口咬定是毒。太医院那帮人不是诊不出来，是不敢诊。殿下这双腿根本不是什么风寒，而是中了一种极其罕见且阴毒的西域奇毒——寒毒毒母。下毒之人极其阴毒，并不想要你的命，只是想让你这辈子都只能像个废人一样瘫在轮椅上，受尽皇室和朝臣的白眼。好得很。深宫之中，想要孤这双腿，想要孤跌落储君之位的人太多了，只可惜他们千算万算，没算到孤直到今天还没死透。殿下放心，有我在你身边，哪怕是阎王爷亲自来收人，我也一定会救你的。坐稳了，最后一针要彻底封死毒脉，逼出毒母，会痛彻心腑。殿下，你怎么了？快来人啊！传太医！快来人啊！传太医！闭嘴！
不许声张！殿下正在排毒，去烧几大桶滚烫的热水备用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内殿半步。此刻正是排毒关键，一旦惊扰，经脉恐会受损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寒毒已被逼出几分，经脉总算通了。竟真的有知觉了！太医院束手无策多年的寒毒，他几针便初见成效。这么多年来，孤身为大圣朝的储君，却因这双废腿受尽明枪暗箭、冷眼与嘲笑，早已习惯了孤独。可如今这深渊里竟照进了一束光。云哥，姑这双废腿不知引来了多少杀机和算计。你嫁给姑，大婚第一天就跟姑受了这么大的累。殿下不必说丧气话，既然我嫁入东宫，这双腿我就一定会亲手为你治好，让它完好如初。从今往后，只要有我苏云歌在东宫一日，天下人谁也别想再看清你半分。动作都给我麻利点儿！若是磕着碰着了殿下的一片心意，仔细你们的狗皮！苏太夫，您老人家在府里吗？咱们酒店好心善，特意嘱咐奴才过来道喜。我们殿下说了，虽然苏小姐没那个天大的福气进咱们九皇子府的门，但到底也是飞上枝头，嫁给了大殿下。这不，咱们殿下连夜寻了京城最好的能工巧匠，耗费千金，特意为太子殿下和太子妃打造了这份独一无二的回门贺礼。老天爷，居然是纯金的轮椅！啊，这九皇子也哪里送贺礼？这分明是当着全天下人的面，把太子的脸按在地上狠狠的踩啊！不仅是在羞辱太子是个瘸子，狠狠扇了苏太傅一个响亮的耳光，嘲讽堂堂清流世家，把金枝玉叶的嫡女交给了一个残废，太欺负人了！怎么，苏太夫是高兴的昏过去了吗？还不快大开中门，跪迎九殿下赏赐的金轮椅！混账东西，竟敢携此物上门，折辱我苏家清誉！来人，给老夫将这群刁奴乱棍打出去！苏老头，你别不识好歹，这可是九殿下一片赤诚的兄弟情谊。这轮椅你今天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。我倒要看看今天谁敢动九殿下送给太子殿下的东西，得罪了九殿下，你这太傅的乌纱帽还想不想戴了？九弟府上的狗，吠的倒是挺响。天哪，这是太子的仪仗！这排场连街道都塞不下了。太子殿下，你的腿，你走路怎么不跛了？回去告诉沈成宇，这把椅子我还用不上。不仅用不上，我还嫌他晦气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会亲手打断他的腿，让他自己做个狗。来人，在，把这破铜烂铁给我劈了，碎渣子扫干净，原封不动的送回九皇子府。是，众将士听令，发动！岳父岳母等急了，我们进去吧。云哥，爹没想到你最后竟嫁给了太子殿下。爹，
太子待我极好，您不必担心。殿下，云哥是我苏家掌上明珠，丑话我先说在前头。往后你若让他受半点委屈，我便是拼了这把老骨头，也定会上殿死谏，绝不姑息。岳父放心，云哥是我此生要护之人，我向您保证，绝不让他受半分委屈。若为此事，甘受天谴。外面风大，殿下，云哥，快进屋。我的儿，昨日九皇子府闹出那般荒唐事儿，可把娘吓坏了。你老实跟娘说，在东宫可有受委屈？娘，您看我这般模样，哪像受了委屈的？东宫人心复杂，你又仓促改嫁过去，娘怕底下人看轻你，在吃穿用度上苛待了你。岳母不必多虑，云哥入主东宫，便是东宫唯一的女主人。昨夜我已把东宫所有管事、库房钥匙全都交到了云哥手中，谁敢怠慢他，我绝不轻饶。当真？娘，殿下心思周全，回门礼单、爹爹喜爱的宴函、您爱的绸缎，全都细心备妥，连每日膳食都依着我的口味，您尽管放宽心。好，有殿下这般疼你，娘就放心了。往后你们小两口安稳度日，娘也就别无他求了。殿下，云哥，我的腿好像真的好了一些，刚才下车时竟没觉得疼。药效已慢慢入体，往后只会一日比一日康健。这药需要坚持喝，配合我的针灸，日后腿会越来越好的。你竟真能治好我的腿疾！天下太医都束手无策，你却做到了。你想要什么？黄金万两，还是封地俸禄？你尽管说。殿下，我什么都不要。什么都不要？你费尽心力为我驱毒，难道……我想要的，殿下已经给了。我如今是太子妃，与殿下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比起金银赏赐，我更在意东宫的安危。只是九皇子这人野心勃勃，今日又折了面子，必然不会善罢甘休。他恐怕有谋反之心，殿下身为储君，需多留意才是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。启禀陛下，下个月初，北狄使臣便要入京朝拜，并在京郊大营观摩我大圣朝的秋季大阅兵。此事关乎国体威严，万万马虎不得。父皇，礼部尚书所言极是，皇兄身为储君，按例应当由他亲迎使臣马上阅兵。可皇兄的腿疾，若是让北狄蛮子看到皇兄行走不便，恐生轻视之心，折损我国国威啊！儿臣斗胆，恳请父皇恩准太子皇兄在东宫安心静养。儿臣愿替皇兄分忧，代行储君之职，接待外使，一展我大圣龙威。这小儿子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。可北狄使臣入京，太子的腿确实是个无法回避的死穴。九弟这份兄友弟川的心意，姑真是心领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的腿怎么没问题了？太子的腿竟然好了，这可是10几年的顽疾啊！真走得如同常人一般无二。儿臣沈承乾叩见父皇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，快平身！禀父皇，儿臣腿疾承蒙上天垂怜，已然痊愈。北狄使臣入京及秋季大阅兵一事，事关国体，儿臣身为储君，自当全权接管，就不劳九弟费心意。好啊！老天有眼，朕的太子站起来了！传朕旨意。太子沈承秋德才兼备，天佑大圣，今腿疾痊愈，乃社稷之福。
京郊3大营的兵权，即刻起全权交由太子掌管。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全完了！后面心情下的夺权区，竟然成了他重掌兵权的垫脚石。苏云阁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那手医术，连太医院都比不上。你明明有这么大的本事，为什么当初我不告诉我？宁愿作践自己去伺候一个瘸子，去给他的腿扎针喂药，也不愿意嫁给我。九殿下这话说的真有意思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告诉你，好让你踩着我的骨血去铺你的登基之路，然后再把你那个心肝宝贝林洛瑶扶上后位吗？云禾，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？大婚那日是我不对，只要你现在肯过来帮我，我发誓正妃的位置永远是你的。沈成宇，你以为全天下的女人都要围着你转吗？太子殿下虽然曾有腿疾，但他的胸襟、手段和气魄胜过你千倍万倍。你这种只会靠着恶心手段争权夺利的废物，连给他提鞋都不配。放肆！竟敢这般辱我！九殿下还是省省力气，你这副自私偏杂的嘴脸，只配和你的婢女一生一世一双生。祝你们孽缘相守，永世纠缠。苏云阁，你别太目中无人，早晚我定要你后悔。苏云阁，你个贱人，休想踩在我头上！太子的腿好了又怎样？一个常年坐轮椅的废人，筋骨早就朽。秋猎大典马上就要到了，那可是马背上的天下。沈承乾、苏云阁，我要你们这对狗男女在百官和使臣面前身败名裂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人没了，带储君的资格也没了。父皇现在眼里只有那个突然站起来的沈承乾，我成了全京城的笑柄。殿下，您消消气，都是洛瑶不好。洛瑶没有苏家那样的好出身，帮不了殿下。昨日进宫，贵妃娘娘甚至说要给殿下纳王尚书家的嫡女做侧妃，说我肚子里的孩子哪怕生下来，也不配做王府的嫡长子。母妃也是糊涂，那王家女算个什么东西，怎么配跟你比？你放心，只要你肚子里这个长孙生下来，本皇子一定封你为正妃。可是殿下，如今太子风头正盛，咱们若是不反击，这王府哪还有我们的立足之地？下个月初的京郊秋猎大典，可是百官齐聚、北狄使臣都在的场合，那是马背上的天下。他沈承琛就算腿刚好，还能像常人一样骑射如风吗？你的意思是，秋猎大典上，只要殿下能拔得头筹，再想办法让太子在使臣面前坠马出丑，一个在藩邦面前丢尽了大圣朝颜面的储君，父皇就算再偏心，也不可能把江山交给他。到时候借着我腹中长孙的福气，殿下的威信自然就回来了。好计策，本皇子要在秋猎上把那个瘸子踩进泥潭。我要的东西带来了。林主子放心，这是极品断魂草研磨的粉末，无色无味，只要稍微沾上一点在马匹的皮褥下，那马闻了汗气就会瞬间双眼充血，发狂至极，六亲不认。就算是大罗神仙坐在马上，也得被摔成重伤。苏影子，你就等着瞧吧，往后有你吃苦受罪的时候。今日场面复杂，北狄使臣在场，沈承宇定会有所动作。云哥，多留意些。殿下放心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这场盛典表面风光，沈承宇绝不会轻易放过任何机会。若太子稍有闪失，东宫根基便会动摇。皇兄腿疾刚愈，本皇子特意为皇兄寻来了一匹性子温顺的良禽，不知皇兄可愿试试？这味道
极淡的异香，是断魂草。断魂草是一种能令马匹发狂的阴毒草药。林洛瑶果然动手了，他想借风马让太子当众出丑，甚至危及性命。云哥，你且收好。娘亲，这是什么药粉？此乃万能解毒药粉，可解世间迷草，各式阴毒，危难之时能保命护身。我一直谨记母亲叮嘱，昨夜特意按祖传药方配好带在身上，今日果真派上了用场。慢着！这一声喝止，必然会让我成为风口浪尖。皇嫂这是怎么了？莫非是心疼皇兄，怕皇兄骑术不精，在众臣面前丢了脸面？苏云哥，你今日便看着你的残废夫君命丧当场吧。殿下，这匹马眼神有异，恐有不妥。这风有些大，妾身替您整理一下披风。这解毒粉能中和断魂草的狂性，足以让马匹短时间内保持平静。这步棋必须隐蔽，绝不能被抓到把柄。可有把握？万无一失。接下来看殿下的了。太子殿下神威，百步穿杨啊！那马怎么会没事？这绝不可能！我的断魂花草为什么会失效？皇兄此举虽妙，但本皇子这匹西域进贡的汗血豹马也不遑多让。来人，飞马！这个，怎么回事？停下！快停下！丢人，真是丢尽了皇家的脸面。九皇子这是表演的哪一出啊？泥地打滚吗？殿下，你没事吧？这是陷害，有人下毒，一定有人对我的马下毒。活该！够了！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还不赶紧滚下去梳洗！太子骑射精湛，处变不惊，实乃国之栋梁。来人，将先代皇后留下的凤血辟邪玉佩赐予太子妃苏云歌，以彰其辅佐储君之功。谢父皇后爱。做得好。父皇，儿臣不服。苦心谋划许久，最后竟白白成全了他。这玉佩虽是无上的荣耀，却也是个烫手山芋。
此举无疑是将你我推到了风口浪尖。殿下说的是，今日探子汇报，沈成宇的府邸可是彻夜不熄灯，砸东西的声音连街巷都能听见。他们吃了这么大的亏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他们只要敢伸手，我必砍断他们的爪牙。苏云哥凭什么得此宝物？只不过射中几箭，我们却成了全京城的笑柄。一身女经的屈辱，绝不能就这么算了！殿下息怒，气坏了身子，妾身和肚子里的孩子都会心疼的。幸好如今东宫风光无限，我们却步步维艰，再不想办法，就彻底没有翻身之日了。殿下，妾身倒有一计。快说。祈福大典在即，届时文武百官、皇室宗祠都会在场，我们何不……你这办法能行吗？殿下，陛下最重子嗣，我们大可以附中皇孙的名义，在祈福大典上截胡那枚凤血玉佩。子嗣大事，谁敢阻拦？只要殿下出面，替我求着辟邪之物护胎，老皇帝定让素云氏交出来。他若不给，便是擅妒不辞，有失大度；他若给了，那玉佩便是殿下您的了。好一个一石二鸟之计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若能夺回玉佩，你便是首功。为了殿下，妾身万死不辞。苏云哥，就算你有绝世医术又如何？在皇家，肚子里的灵种就是最大的底牌。今日祈福大典，他们定然不会安分，云禾务必小心。殿下不必忧心，我心里有数。父皇，儿臣有本要奏。祈福大典，喧哗什么？陛下明鉴，臣女近日夜夜受梦魇所扰，腹中孩儿躁动不安，太医说恐有邪祟冲撞。陛下，这可是皇家的血脉啊！恳请陛下将凤血辟邪玉佩赐予林氏，以保皇孙平安。求殿下为了我不惜毁弃婚约，臣女别无他求，只求借玉佩辟邪安泰。好一出道德绑架的苦肉计，拿未出世的孩子当筹码，这是何许之计？若这胎儿有失，乃是社稷大忌。可凤血玉佩已然赐给太子，贸然收回，又与理不合。父皇，此凤血玉佩乃皇家重宝，既然九殿下与林妹妹为了腹中骨肉苦苦相求，儿媳愿大方相让。好了，都平身吧。父皇，既然九殿下与林妹妹为了腹中骨肉苦苦相求，儿媳愿大方相让。太子妃竟真的舍得这等至宝，未免太过委屈了。九皇子拿皇孙作事，分明是仗势相逼呀！只要拿到凤血玉佩，我便能稳固地位，日后再也不用被素云鹤压一头。只是凤血玉佩属极阳制造之物，最善活血驱寒，寻常人佩戴无妨，孕妇却万万不可随意沾染。若是孕3月以内，气血未固，尚可勉强佩戴；若是超过3月，胎气已成，玉佩极阳之力极易冲撞胎象，轻则腹痛见火，重则危及母子。林妹妹若真心想要，我自可相送。但你若是怀胎3月以上，万万不可贸然佩戴，免得酿成大祸。本属危言耸听，洛瑶腹中孩儿才2个多月，哪里会受影响？你不必故意借说辞刁难。怎么会这样？这玉佩竟有这种相克之能。可是，若我现在退缩，岂不是不打自招？我绝不能放手。多谢太子妃体恤，臣女无妨，甘愿佩戴玉佩祈福。既然妹妹执意如此，那我便亲手为你戴上。
看来并无大碍，果然是苏云哥在诈我。陛下，臣女愿饮下供奉仙酒，依祝陛下万寿无疆，二谢太子妃姐姐的割爱之情。好，本皇子的女人就是有胆识。妹妹可知，雄红酒本就燥热刚烈，如今烈日直照玉佩，极阳之力早已被引动。你这般饮酒逞强，怕是身体承受不起。姐姐不必故作吓我，臣女福泽深厚，何惧一杯薄酒？好烫！我的肚子好痛啊！不要！我的儿媳啊！快来人救救她！一定是你在玉佩里动了手脚，暗中下毒。父皇，他存心谋害皇子，想要害死儿臣的孩儿。父皇明察，玉佩当众为他佩戴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儿媳何来下毒一说？还请即刻宣太医诊脉，查一查她真实身孕月份，其中恐怕藏着天大阴气。传太医。如何？启禀陛下，此女竟身怀六甲，已有近5个月了。奉献玉佩极阳冲体，才导致血崩胎痛。以脉象来看，绝不是2、3月的胎象。哎呦喂！九皇子为了她当众休弃正妃，闹得满城风雨，竟到头来是替别人养孩子。不可能！这胎儿月份足足差了快3个月。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在一起才3个月，你腹中却是5个月的胎儿！你竟敢欺瞒本皇子，背着我私通怀子，毁我名声，误我前程！你这个毒妇！不可能！你这个贱人，你竟敢用野种来骗本皇子！此地戾气太重，你往后退几步，莫被污秽沾染。善恶终有报，皆是他们自取其辱。沈成宇，你真是个天大的蠢货！你为了我，戏当中起了全民贵女素云哥，到头来我是替旁人养孩，你现在一定很后悔吧？如今孩儿因你而亡，你的前程颜面也全都毁在了我手里，不过是被我玩弄于股掌的蠢货！放肆！起伏圣明，清净庄严，尔等满嘴虚妄，当众厮打，简直是大逆不道！身为皇子，当众失态失仪，一介民女，蛊惑皇子，欺瞒皇室，二人丢尽天下颜面。来人，将二人逐出佛堂，永世不许踏入皇家祈福圣地半步。拿下！父皇，儿臣是被冤枉的，都是苏云哥设计害我。休得狡辩，拖下去。是。父皇。
这祸水丧门星，若不是你刻意欺瞒、搬弄是非，本皇子怎会沦为朝野笑柄？你这满嘴谎言的娼妇，竟敢用个野种把本皇子当猴耍！是你这个脏货自私算计，生生毁了我的储君之位，毁了本皇子的大好前程！沈承玉，你少把脏水往我头上浇！你本就愚蠢自负，心甘情愿被我的几滴眼泪蒙蔽。你这种自私刻薄、无能至极的废物，居然还痴心妄想什么所谓的真情！你放着名利双收的太傅嫡女不要，偏要挖空心思把我这破鞋捧上天。如今你储君位没了，尊严丢尽了，全是你自咎由自取，活该！闭嘴！闭嘴！你这个贱妇！你就在这暗无天日的柴房里一辈子吧！禀殿下，太子妃，九皇子府那边，两人日日互骂厮打，陛下听闻种种行径，对九殿下更是心生厌弃。当初二人假借情深意重，联手算计旁人，如今落得反目成仇，自相折磨，也算天道轮回。不过是跳梁小丑，不止你耗费心神。眼下连降暴雪，城外灾情告急，这才是我们该操心的大事。陛下圣旨到，九皇子接旨。奉全承运皇帝诏曰：京城方圆百里连降暴雪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特命九皇子沈承之督办赈灾粮草，抚恤灾民，即刻着手筹办，不得有误。儿臣领旨，谢父皇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殿下好生办事，这可是戴罪立功的好机会，咱家还要回宫复命，先行告退。有劳公公顶风冒雪奔波。殿下，我要把赈灾重任交到您手里。明面上是给您一个戴罪立功、挽回名声的机会，但是实际上是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本皇子。这天寒地冻的，做得好功劳未必是我的，做得不好激起民变，罪责全扣在本皇子头上。殿下圣明，属下打听了，陛下这次拨下的赈灾银足足有30万两。殿下，恕属下直言，如今您失了圣心，正是需要用钱打点、积攒实力的时候。这30万两真正能花到灾民身上的，有5万两就顶天了，剩下的完全可以运作一番，为您将来东山再起添砖加瓦呀。可父皇若是查起来，殿下放心，账目自然可以做平。况且灾民而已，给口吃的饿不死就行。咱们只需将库里的好米偷梁换柱换成陈年的发霉糙米，谁会真的去查他们吃的是新米还是霉米？殿下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等您有了钱，有了兵马，这天下是谁的还说不定呢。你说的对，本皇子如今一无所有，还在乎这些虚名做什么？就按你说的办。本皇子不仅要钱，还要借这次机会，给我的好皇兄沈承浩送一份大礼。殿下，都办妥了，30万两赈灾银，有25万两已经入了咱们的私库。城南难民营那边也都按您的吩咐，将新米换成了陈年的霉粮。那些霉米吃了，虽不致死，却容易引发食疫，而且灾民情绪激动。今日施粥时，已有人带头咒骂朝廷，小人担心事情会闹大。闹大？本皇子要的就是闹大，闹得越大，对我们越有利。属下愚钝，没能领会殿下深意，还请殿下恕罪。父皇早已下令，命太子亲自巡查各地赈灾事宜。沈承乾最擅长在朝堂百姓面前扮演仁德储君，博取民心。一旦灾民暴乱，首当其冲追责的便是监察不力的太子。届时民怨滔天，百姓唾骂，他苦心经营的人君名声会瞬间彻底崩塌。殿下英明，即使太子声名狼藉，声声动摇，咱们便可顺势。声名狼藉？不，这还不够。本皇子已经在灾民中安插了我们的人，只要沈承天一出现，就让他死在那群贱民的乱棍之下。一个体恤灾民却反被灾民杀死的太子，哈哈，这出戏一定很精彩。都过来领粥，排好队。这米是坏的，全是令人作呕的霉臭味儿。官府拿这种发霉的陈年烂谷子糊弄我们，这是要我们的命啊！朝廷好心施粥赈灾，你们一口活路就该感恩戴德，卑贱流民也敢挑肥拣瘦，不想吃便自生自灭。看太子作驾！官府层层克扣赈灾粮，太子奉命巡查却坐视不管。太子与贪官本就是一丘之貉，
乡亲们，与其活活饿死、病死，不如奋起反抗，杀了太子，抢梁库活命！拼了！横竖都是死，不如讨一个公道！殿下小心，人群里有刺客死尸！杀太子！殿下小心！有刺客，保护殿下与太子妃！不好，营地有人刻意散播10亿温毒，速听命行事，立刻架起所有大锅，融血水碱防疫汤药，再调遣50人搬运神灰灰，封锁南明营所有出入口。从今刻起，营地封闭，任何人不许擅自进出，阻断疫毒蔓延。属下遵命。撤，快撤！想跑，门都没有。诸位乡亲，我是太子妃苏云歌。这药能抑制温毒，救治11，请相信我，也相信东宫，我们是来救你们的。太子妃娘娘，求求您救救我的女儿，已经昏迷1天1夜了，求求您了。快进帐篷。是急性瘟疫，已经侵入心脉，幸好及时。娘，哇，你终于醒了！娘娘是神医，是下凡救苦救难的活菩萨，您救了我的孩儿，救了我们一家人啊！谢谢娘娘的大恩大德。求太子妃救命！求太子妃救命！我们错怪东宫了，太子妃是来救我们的，活菩萨显灵了。是谁指使你们前来行刺？如实招来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只是看不过官府草菅人命。是吗？孤大可直接将你们一众刺客定性为暴乱叛党，当场斩杀，无需多问。又或者，孤顺藤摸瓜，牵连你府中所有族人，让他们为你的谋逆之罪一同抵命。不要！万万不可动我的家人！我全都说，是九皇子。是九皇子沈承宇派我们来的，用煤米换赈灾粮，故意引发瘟疫，煽动灾民暴动，再派我们混入其中刺杀殿下。所有的一切都是九皇子的主意，是他想置您于死地。可有实证？有实证，九皇子府书房留有完整的贪墨灾银账册。小人临行前去领取刺杀密令，躲在暗处亲眼看到他与谋士核对赃银，随后将那本账册藏入了书架后方的暗格密室里。小人愿以性命担保，账册定然还在原处，求殿下饶我家人性命。启禀殿下，此人所言不虚。我等潜伏在九皇子府的内仙日前回报，九皇子书房确实暗藏玄机，书架中有暗格。沈承宇，你终于自己找死了。仅凭这些死士的口供，还不足以将沈承宇彻底钉死。他一定会想尽办法狡辩，甚至反咬一口，说我们屈打成招，蓄意陷害皇子。你所言极是，
所以姑从不会只靠一纸口供定他罪名，姑要逼他自行露出马脚，亲手坐实谋逆贪赃的罪证。殿下的意思是，贪墨赈灾银的血账还在他府邸里，那是他自以为藏得最深的命根子。如今死士被抓，他现在一定寝食难安，如同惊弓之鸟。越是惊弓之鸟，动静就越大。姑已经让人把风声放了出去，就说那批死士嘴硬得很，在东宫受了一整夜的刑罚，到死也没招。你要让他误以为自己还没有暴露，这样他虽然会松一口气，但为了以防万一，他绝对会急着烧毁手里的死账，甚至去联合户部，把官府那边的赈灾流水子也一并消干净。知辜者，云歌也。只要他暗中联络户部销毁账目，朝中包庇他的同党赃银流转的全部脉络，都会被暗卫尽数摸清。到时候，原本无实物作证的口供，便会变成铁证如山，让他再无辩驳之意。殿下此计甚妙，作茧自缚。他自以为在毁灭证据，殊不知是在给自己掘坟。怎么还没消息？这都过了一整天了，东宫那边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完了！那些死士若是熬不住酷刑，把我供出来，父皇一定会剥了我的皮！殿下，东宫内线传回密报，大事无碍。说，是不是东宫那边有动静了？那群行刺的死士技术被擒，可个个嘴硬无比。东宫连日严刑拷问，无一人招供，半句未曾提及账册与殿下。我就说嘛，要是沈承贤那废人知道了账本的事，早就带兵破门来抄家了，岂会风平浪静的等到现在？殿下吉人天相，既然死士没招，东宫手里就没有实证。即便眼下无事，这本账册留在府中，始终是心腹大患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你即刻暗中联络户部议营，命他们彻底销毁官府留存的赈灾银两流水抵当，抹去所有交易痕迹。我要销毁所有人证物证，我要让他永远无法扳倒我。沈承乾，你以为抓几个死士便能扳倒本皇子？只要销毁所有账册物证，你拿什么跟父皇告状？做梦去吧！殿下，王府的私账好烧，可户部官账毕竟盯着的人多。哼，人为财死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拿20万两银子砸下去，由不得他们不抹干净。更何况，沈承乾现在正带着人在难民营演他的爱民如子呢，他根本腾不出手来盯着户部。明日一早上朝，官账私账全部死无对证。本皇子还要宪法治人，亲自参太子一个煽动民变、培植私兵之罪，故要让他和苏云阁彻底翻不了身。启禀殿下，太子妃，鱼儿彻底咬钩了。半个时辰前，九皇子心腹密会户部侍郎，20万两贿赂引将尽数送入户部库房，属下按兵不动，户部侍郎正带人连夜篡改，伪造赈灾大账。20万两白银用来封口保命，沈承据妄图抢占先机，朝堂反咬。可他自以为精妙的翻盘之计，从头到尾都在我们部下的局中。殿下，请看，这是我提前命人秘密调取、妥善封存的官方原始账册。今夜户部众人篡改的，终究只是一本假账，真正的原始凭证始终握在我们手中。知辜者，莫若云阁。孤放长线，等的就是他们今夜坐实伪造国账的死罪。他只要改了官账，便会底气十足的在父皇面前反咬。云哥，大婚当日他给你的折辱，姑要让他一分不少的给你付出来。父皇，儿臣今日冒死弹劾太子。太子沈承乾心怀叵测，狼子野心，此番城南暴雪赈灾，他暗中豢养死士，刻意煽动灾民暴乱，扰乱朝堂赈灾大局。昨夜难民营暴乱，无数刺客趁乱行刺，儿臣险些丧命于乱党刀下。此事分明是太子和太子妃借流民之手，意图铲除手足，谋逆夺权。恳请父皇明鉴，严惩太子，以安大圣江山社稷。父皇，九弟所言句句属实。昨夜暴乱凶险万分，我等诸王皆心惊不已，彻夜难安。求父皇明鉴，太子此举实在让诸位皇子心寒，也让朝野上下人心惶惶。太子，作何解释？父皇，儿臣问心无愧，真相如何，并非全凭一张嘴。来人，
传苏云阁与苏太傅上殿对质。传苏云阁、苏太傅觐见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老臣参见陛下。苏云阁，你当年当众退婚羞辱我，如今就等着被我拖下泥潭。陛下，九殿下口口声声说别人动摇国本，那老臣斗胆，先列举几桩九殿下的旧事。苏老匹夫，少在这里转移视线。九殿下，你莫要在此颠倒黑白，恶人先告状。老臣且问问你，年少之时，你旷课3月，不学无术，当众辱骂授业恩师，不用斧撸，可是事实？此乃不敬师道。习惯之后，流连戏班与伶人厮混，纵容手下仗势欺人，逼迫无辜女子，最终酿成惨案。这些事，朝野皆有耳闻，此为不仁不义。死磕到底啊！你血口喷人！父皇，这老东西是在诬陷儿臣。殿下若不服，老臣这里有人证物证，桩桩件件皆可查验。沈承宇，你以为你能全身而退？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父皇明鉴，他们这分明是挟私报复。太子山动民变的罪证还没算清呢。父皇，这些是灾民被贪陷的真实账册，以及死尸买凶的铁证。不可能，账册明明已经……九弟想说，账册已经被你昨夜在户部销毁，是吗？上面的银钱流向，死尸的供词证据确凿。九弟亲手换了煤米，私扣赈灾银，更是买凶刺杀过。孽子，竟敢贪墨赈灾银，买凶刺杀当朝太子！你眼中可还有国法？可还有朕这个父皇？父皇，儿臣是一时糊涂，儿臣知错了。剥夺沈承渠皇子身份，过继给已故敬年王守陵，永世不得入京半步。父皇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母妃唯一的儿子。活下去。父皇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父皇。走吧，九皇子。不服，本皇子不服。沈承乾那个残废凭什么赢我？哼，省省力气吧，庶人沈承直，赶紧起来上路，别耽误兄弟们的差事。大人，九皇子府突发大火，府内的那个叫林洛瑶的丫鬟趁乱挣脱了铁链，偷了府中的银票细软，跑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府邸怎么了？林洛瑶，你个贱人！别在这儿给我耽误时辰，走吧。全完了，皇位、尊严，连那个信誓旦旦说爱我的女人都背叛了我。沈承宇那个蠢货算是完了，带着这些财宝去哪儿不能东山再起？苏云阁，你等着，我迟早会回来，把你今日所赐百倍奉还。小娘子，这么大的雪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不是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九皇子的人。九皇子，他现在就是条丧家之犬。滚开！滚开！你这贱民！我本该是高高在上的皇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娘娘，九皇子他已经被押送出京，前往皇陵了。陛下口谕，永世不得回京。永世不得回京，好一个永世不得回京！承宇，我
命的儿啊！是顾飞虎的，是顾菲菲的护住你。苏云阁、沈承乾，你们毁了我的玉儿，毁了我的一切。去，立刻传信给刘统领，告诉他，明日太庙祭祀就是我们动手的最后时机。娘娘，三思啊！这可是谋逆灭族的大罪。我的儿子要去守一辈子皇陵，我还有什么可撕的？要么他们死，要么我们亡。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我要让苏云哥和那个跛子太子去给我的玉儿陪葬。程宇，等着母妃，母妃定会为你夺回一切。殿下，夜深了，喝碗安神汤歇歇吧。有你在，姑的心早已安定。九皇子已经离京，林路遥也在城南破庙外冻死了。他们咎由自取，只是宫里的那位，怕是不会安分。惠妃手中还有半块祖传兵符，若蛊惑宫中残部做困兽之斗，不可不防。云哥放心，姑早已将暗网铺开，布下了天罗地网。殿下，鱼儿都上钩了，是时候收网了。陛下，太子沈承浩狼子野心，意图谋反，臣妾为保皇家血脉，今日只能行清君侧之举。父皇，退位吧！太子不仁不义，我才是天命所归。太子殿下，束手就擒吧！沈承乾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今天你和苏云哥这个贱人都要死在这里！末将参见太子殿下，叛贼已全部包围。不可能，刘统领，你是我的人，是我母亲的人。九殿下，你太天真了。从头到尾，东宫早已反向渗透，你的兵符，你的计划，太子殿下早已掌握得一清二楚。沈承宇，你以为的绝地反击，不过是姑为你挑选的葬身之地。不，我没有输，我才是真龙天子。云哥，都是你这个贱人害了我！我要杀了你！去死吧！害灾民逼宫谋反，如今还敢上炕？不可能！怎么会输？多行不义必自毙。造孽！皇室竟然生出这等逆子，造孽啊！程宇，我的儿啊！我算计一生，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，老天不公！贵妃娘娘，陛下有旨，赐您鸩酒一杯，留你个全尸。上路吧。不可不可！我要见陛下，我是他的宠妃。程宇，母妃，这就来找你了。启禀陛下，惠妃娘娘轰了。承乾，是父皇对不住你。朕累了，这江山以后就交给你了，传位
与太子。父皇安心静养，儿臣定不负所托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子沈成全，天命所归，民心所向，即刻登基称帝，昭告天下。以后进门，今日就该给他敬茶。那些欺辱与暗算，终究成了我登顶的踏脚石。从今往后，江山为聘，我与殿下共守太平。云哥，你是朕的结发妻子，是朕的皇后，更是朕这一生唯一的后。朕向你承诺，六宫虚设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从此海晏纯清，天下太平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陛下，登基之初百废待兴，世家大族纷纷期待能与皇室联姻以固国本。后宫空虚，实乃江山社稷之隐患呐！老臣恳请陛下广纳后宫，安抚世家之心。固国本，安抚世家，朕的江山是朕拼出来的，是皇后用医术治愈民心换来的，何时沦落到靠联姻来稳固了？历代先皇皆是如此。当年九弟沈成宇为婢女弃嫡弃玉不顾酿成弥天大祸，朕绝不重蹈他的覆辙。朕的后宫，此生唯有苏云歌一人，永不纳妃。谁若再提选秀之事，便如同隔岸。老臣不敢。陛下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？前朝那些老顽固拿折子烦朕，被朕骂回去了。臣妾听说了，陛下当众宣布六宫虚设，可是把世家得罪了个遍。朕说到做到，天下人皆知皇后有望夫命格，但朕知道，朕能有今日，全凭你我生死相依。陛下既许臣妾六宫无妃，臣妾便还陛下一个太平盛世。接下来，我要在全国13州81府开设药门分堂，广收学徒，将医术倾囊相授。朕的皇后不愧是药圣传人，有朕在，你只管放手去做。想当年我刚入你府邸，还需防备九皇子暗算，如今终于可以心无旁骛了。是啊，那些祸乱朝纲的小人已然伏法，往后再无人干扰你我安稳。多谢娘娘救命之恩，若不是义善堂免费施药，老朽这费老早就没命了。咱们大圣能有皇后娘娘这般药圣在世，真是苍生之福。老人家，大嫂，快请起！义善堂广开天下，本就是为治病救人，回去按时煎服即可。我们百姓日日都在堂前为娘娘祈福安康。娘娘连续坐诊3个时辰了，陛下若是知道，定要心疼坏了。您现在可是万金之胎。本宫虽是皇后，但更是一名大夫，看到天下无灾无疫，本宫心里才最踏实。陛下不在太和殿批阅奏章，跑来我这药牢当起捣药童子了。天下太平，四海升平，朝里大臣闲得连折子都不知道写什么。朕这个皇帝还没你这个药圣皇后吗？云哥，
这3年你在大开开了300多家益善堂，瘟疫绝迹，血灾隐患根除。朕的皇后不是朕的附属，而是真正顶天立地的大女主。那可不，当年京城传我天生旺夫命格，我若是不把天下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岂不砸了招牌？当年沈成宇那个蠢货眼盲心瞎，他到死都不知道错过了怎样一个精彩愉悦的女子。因果报应罢了，他不配拥有我，更不配拥有这天下。而陛下治国有道，心怀天下，才配得上这盛世太平。新鲜桂花糕嘞，2位客官尝尝江南地道口味。夫君，我想吃这个。老板，包2块最好的。好嘞，公子对夫人可真体贴。现如今啊，全天下都在效仿圣上，讲究个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咱们老百姓日子好过了，家庭也和睦。是吗？圣上独宠皇后，6宫空置，皇后心怀苍生，广设益善堂治病救人。如今四海安定，街头再无流民乞丐，全是帝后恩德呀。老板说的对，有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云哥，你看这万家灯火，朕曾以江山为聘，许诺此生不负你。如今这万里锦绣山河，便是朕给你的答复。回想一路走来，大婚当堂退婚，入东宫为你疗毒治腿，秋猎破局，太庙平乱，再到登基封后，恍然如一梦。我们一路历经风雨坎坷，如今回首，所有辛苦都值得。谁能想到，当年人人轻视的病弱太子，如今成了万民敬仰的圣君。只因朕有幸得药圣皇后相伴，依我身疾，安我江山。真正的旺夫命格，不是依附攀附，而是以自身能力与底气，与心爱之人并肩而立，共创着海晏和亲的太平盛世。